我们在开着这回租到的2022年最新的大切诺基，在高速上行驶，往蒙特利尔开。这车开了有3天了，杨总有什么感受吗？对这个车？感觉还挺沉的。沉，然后呢？你坐起来比较有安全感，是不是？舒适性呢？你觉得？并没有坐过很舒适的车，所以我也就是没有办法能总结出什么。跟上回咱们租那个很大那个福特，我觉得比那车舒服吧，至少高速路上安静一些，是不是？杨总还是很少夸其他的车的。我是觉得这个车，我居然挑不出什么大毛病来。小的问题嘛，不太适合自己的还是有，比如中间这个水杯架比较靠后，每次拿水都是肩膀向后，就这样的。那是因为你有肩膀损伤，没有肩膀损伤也不是，其他的车基本都在这个档位这个位置，然后这个车这个挂档在正中间，过去放水杯的地方就很不方便。还有就是每次启动它都是先开启那个卫星广播，再摁来摁去才能摁到自己的用自己的手机蓝牙播放。这个好像这是第一辆这种车我发现的，其他都是保持上一次车熄火的时候的选项。这个关后备箱门的按钮我觉得有点别扭，在那个车的里面也不难用，就是习惯问题了。其他方面呢，这个车我都觉得挺满意的。动力方面，这个应该是3.6缸发动机，带这么个车在高速路上也是够了。配置也没得说。这是整体的中控。这个车配置的充电接口还是相当多的哈，我们可以看到2个 USB-C、2个 USB， 还有无线充电。中控的触屏，如果是低配车呢，屏幕会小一点。这个车有不同的驾驶模式。这个换挡的方式也是褒贬不一哈。可以看到这个车配置了全景摄像头。中控可以显示的信息还是非常多的，然后触屏的按键的手感还是不错的，响应速度也比较快，而且这个屏幕的分辨率相当高。我个人比较喜欢它保留了很多物理按键。整个车内饰的用料呢，还是能看出车厂比较用心的，没有显得廉价。导航的反应速度跟准确度还是相当高的。当你选好地址以后呢，它会提供多个路线供你选择。这个导航还能显示实时的路况，包括呢这个路况到底耽误了你几分钟路上的时间。这是这个车我最喜欢的配置哈。你别说这个东西它显出什么价值来了，你看哈，我搬回来，瓜子那破椅子把镜子都挡了。看见后面，大家可以看到哈，如果中间坐了小朋友或者坐了乘客的话，后视镜的视线就基本被挡住了。之后打开后视镜摄像头开关，一目了然。这个车后排配置了遮阳帘，第二排纵向空间相当充足，横向空间也没得说。中间如果放一个安全座椅的话，两边的成人也能相当舒服的乘坐。全景天窗中配就已经开始配置了，后备箱也大，后备箱比 GLE 还要大。后备箱那个造型没有那个流线，就能装更多东西，高速超车不费劲。踩油门的时候声音比较大啊，对，你要跟你那个奔驰的那款比起来的话，跟 GLE 比，那这车密封性它也不如 GLE 啊。我觉得这车密封性跟你那个
GLC 差不多。它会漏风。哎，那天我睡着的时候，我说我感觉到凉风。对，那天第一天开着这车的时候，不知道是哪个位置它漏风，可能是不知道这辆车漏，还是这款车它就漏。开到高速上，正好外面很冷，零下10度。我们开在高速公路上，车里的暖风也开着。杨总睡着了，睡着以后就突然他说：“哎，你哪个窗户没关？”我说：“都关了呀。”然后他跟我都感觉到有一丝微风，是不是凉凉的从车外跑进来？不知道从什么位置。这个密封性，美国车也确实是一般，算是弱项吧。过去咱们那个别克也是，橡胶很快就老化了。美国车的质量选材吧，一直是缺陷。瓜子，你喜欢这辆车吗？喜欢呢。喜欢呢。你有没有觉得上下车不方便，有些高？没有。其实我喜欢高。你喜欢高？小朋友调皮，爱跳来跳去。对。反正作为家庭3、4口之家都够用了哈，这辆车的空间，应该是没问题的。但是它的价格就觉得好像它的价格低配的车是新车，我那天查是64000到68000加币，是低配。像这个车的配置大概是78000到85000吧。这车的配置的话，哎，这车4驱功能非常好，吉普嘛，那就没得说了。反正这个雪胎也很一般，但那天渥太华下大雪，我带着瓜子到处跑，也没有打滑，不吃力，中规中矩，没有说特别大的优点，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喜欢的地方，也足够用。要是同样价格，它跟你现在那 GLC 价格基本差不多，算是比 GLC 高一点点，那我觉得还不如选这个车。为什么？大很多，第2排后备箱也大很多。4口之家的话就选这个了，对吧？对，4口之家出去玩，你那个 GLC 有点小了。要是生3个，就肯定不能选这个，就得选7座。对，生3个选这个性价比就低了。对，没这个必要。油耗大概100公里13到14个。其他的，杨总还有什么感受吗？车呀？对啊，你对车的没有那么多体会哈。没有。但你总是会说好跟不好。做得出来，就坐屁股能感觉得到。杨总是用屁股说话的人。屁股他知道。对。这车高速也稳，动力也有，空间也足，配置也高，价格也可以，不算虚高。喜欢吉普这个牌子的，我觉得可以出手。大切确实没问题。好，就这么着，拜拜。